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近期对 ChangeX 这款工作流进行了大幅优化，这次带来 V2 版本。新版本加入了构图功能以及更多控制手段。早期的版本由于功能增加导致工作流过于臃肿且效率不佳，所以中间花了些时间思考如何简化流程，同时也通过自制节点来缩短处理路径，最后也算是成功瘦身。V2 在提供更完善功能以及更好的出图效果的同时，减少了节点的数量以及文件体积。以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作流的功能特性。ChangeX V1 版本基于多区域重绘，可以在一次跑图中实现多种功能，例如在换背景的同时，也可以指定衣服的风格，并且同时为人物换脸。V2 版在 V1 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构图的控制，除了基于原始图片进行重绘外，还可以使用多张图片先进行构图，输出的图片连同元素和蒙版数据会发送到后续流程。你可以选择创建新构图，或者仅使用原始图片，接着通过区域分割来指定重绘区。V2 版也重建了区域分割模块，对于区域的选择和编辑会更方便。根据指定的区域，可以选择是否上传参考图来进行风格迁移，也可以单纯使用提示词来生成区域内容。如果是两者同时使用，则能够更准确的生成。除了控制内容，还可以通过 ControlNet 来控制元素的位置、大小以及形状等等。V2 版在 ControlNet 的预处理图编辑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，以便于更好的控制构图。V2 版依然使用 SDXL 模型来生成初步构图，因为 XL 模型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更好的可控性。在 SDXL 流程结果基础上，使用 Flux 模型进一步优化，可以获取更高质的画面。最终使用分块放大的方式来增强细节以及生成高清大图。现在来介绍下 V2 版的基础使用方法。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图片，这里有两种方式，一是直接上传目标图，二是通过重新构图来生成目标图片。在构图模式中，可以上传主体图以及背景图，然后在画板中进行排版。点击群组框右上角的小箭头，可以仅运行组内的节点，并刷新内容。快捷图标功能由 RGFree 这款插件提供，需要先在菜单中启用相关设置。如果刷新后画板仍不显示内容，则需要手动刷新下浏览器页面。显示画面后，通过鼠标可以选中主体或者背景元素，然后通过随意拖动以及缩放来进行构图。具体的使用方法后面再详细说明。现在先切换回单图模式，这里提示下，工作流所有板块的功能开关通常都会放置在左上方。如果是 PNG 图片，打开下方节点开关，可以直接使用图片的透明通道作为主体蒙版，也可以对图片进行横向或者纵向翻转的预处理。下一步就是指定目标图片的重绘区域，点击快捷图标进行预览。在使用预设模式及分割提示词一栏里，可以选择需要重绘的区域，并且可以多选。把面部分区关闭，刷新后，就能在右侧的预览图中看到修改后的分区范围以及区域蒙版。也可以使用自定义提示词进行分割，并且可以与预设分区合并选择。这里已经输入了裙子和小熊的提示词，现在同时选中。刷新后可以看到背景、裙子和小熊会合并成一个区域，因此使用预设分区结合提示词的方式，可以快速的选择我们想要重绘的区域。如果希望手动绘制，可以在左侧图像节点上点击鼠标右键，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Mask Editor， 接着使用鼠标绘制的方式覆盖所需重绘的部分即可。注意的是，当工作流检测到存在手动绘制的蒙版时，会自动替换前面使用预设及提示词获取的分区。手动绘制的分区结果最好保存下来，然后通过上传蒙版的方式进行固定。打开上传蒙版图开关，上传刚刚保存的图片，这样可以避免手绘的蒙版因节点刷新而消失。工作流会优先使用上传的蒙版，而之前的生成分区的相关设置则会忽略。例如，我修改了手动绘制的蒙版后，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只用当关闭了上传蒙版功能，手动绘制的蒙版才会生效。所以上传蒙版图优先级最高，其次是通过节点绘制蒙版，最后是预设和语义分割。换回背景区域，来看看右侧的几个节点。修改区域蒙版栏目下，可以对蒙版进行二次编辑。
在图片节点添加新的蒙版，可以对已有分区蒙版进行合并、删减、交集和差集的操作。此外，也可以对区域蒙版进行扩充、缩减、模糊等设置，或者修改重绘区域的识别颜色以及透明度。使用区域1板块指定重绘区域后，还可以同时开启区域2去指定第二个重绘区域，把左上方群组开关全部打开。操作方式与区域1一样，这里先指定对衣服进行重绘，对应前面2个指定的重绘区域，可以分别使用参考图来指定风格。使用左上方群组开关，可以开启和关闭区域的风格迁移群组。上传参考图节点可以开启自动抠图功能，或者设置使用 PNG 图片。强度变化方式请对照左侧说明，不同方式下迁移的变化以及侧重点会有所区别。下面是设置风格迁移的强度，数值越大，生成图片的风格及构图越接近参考图。下面群组对应着区域2，同样可以指定参考图，以及单独设置风格迁移的变化方式和强度。如果打开了自动抠取主体，则会去除背景，并且裁剪掉多余的部分。区域2指定的是小女孩的衣服区域，参考风格图是一张中国风人物，穿着古装。实际上，我们只需人物的衣服部分作为参考即可。绘制蒙版选出衣服部分，文字图标尽量避免出现，然后保存。如果使用手动绘制，就需要关闭自动抠图，不然会替代绘制的蒙版。尽量减少干扰，可以避免反推时生成无关的提示词影响结果。接下来就是为图片设置提示词，首先是全局提示词，一般简单描述下主体即可，因为工作流会对主体进行反推，然后合并到全局提示词里。这里说的主体是指目标图片中的非重绘区域。最底下的是反向提示词输入框，右侧2个群组可以单独为区域指定提示词，以及设置提示词和 CtrlNet 的控制强度。区域提示词只会对前面指定的区域生效，也就是下面预览图中绿色的部分。通过预览节点检查反推出来的提示词，如果不准确，则在输入框中手动输入。这里我只需要保留反推词中关于衣服的描述即可。使用输入的提示词后，可以关闭自动反推。下方是 CtrlNet 监控及设置群组，可以监测目前 CtrlNet 的强度分布以及所使用的预处理图。左侧有目前使用的 CN 模型列表，可以根据需要开启和关闭。当关闭模型后，右侧的预处理图预览节点会提示该模型已关闭。深度图和线稿用于控制构图，这里提供了多种应用方式，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切换。中间的强度分布图展示的是目前 CtrlNet 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强弱，越亮的区域控制越强，越暗的区域控制越弱。通过调节上方的强度控制节点，可以改变 CtrlNet 的区域强弱。调整后刷新下群组，就能看到当前的强度变化。打开强度分布图下方的群组开关，还能进一步对强度图进行编辑。例如希望屏蔽某一块区域的 CN 控制，手动绘制下蒙版，生成蒙版后保存下，然后使用上传蒙版节点进行固定即可。像这样，黑色区域意味着这一块将不受到 CN 模型影响。关闭群组则取消屏蔽区域。下一步来到 SDXL 流程板块，首先 SDXL 流程有单独的开关，可以开启或者关闭。全部关闭后，则直接跳过 SDXL 流程，而进入后续的 Flux 流程。这里可以设置生成图片的最大边长和图片张数，以及是否使用2次采样。下面是配置 Checkpoint 模型和 LoRa 模型，以及设置采样参数。下方还提供区域的 LoRa 开关，可以为不同区域分别应用 LoRa 模型来更准确的生成内容，或者进行风格混搭。接着是种子节点，可以切换不同种子来进行抽卡。一致性设置是针对保留区的，一个是控制整体的还原强度，另一个主要是对风格和颜色进行加强。回贴还原是利用蒙版剪裁原图后回贴到生成图片上，这样可以保证原图保留部分的细节不改变。色彩修正作用是根据生成的背景色调来调整回贴部分的颜色，让整体色调更加统一。现在看下 SDXL 流程生成的图片效果。SDXL 流程主要目的是获取初步的构图，
目前使用了 Lightning 模型，4到6步就可以生成图片，但是出图质量相对差些。不过没关系，后续会使用 Flux 模型进一步优化，但首先需要确定构图以及细节方面没有太大问题。使用回贴后，从面部这部分的保留区域的细节可以看出，与原图完全一致。通过切换种子，可不断生成相似但细节又有所不同的画面。现在背景使用了加强景深以及镜头模糊的提示词，去让远景虚化。如果想进一步加强景深效果，可以把有关的提示词复制一份到全局提示词内，可以起到一定的叠加增强效果。保留区域还原强度设置对于还原主体有重要作用，数值越高，主体细节及边缘还原越好，但是数值高会减弱融合效果，直观感觉就是画质会下降。降低数值可以提升画质，反过来对于主体的重绘会增多，边缘控制力也会减弱。仔细看，降低还原强度后，主体边缘出现了颜色不一致的情况，这就是重绘过多造成的。另外，头发反光区域与背景的融合过于生硬。来到区域分割板块，使用2次修改的方式为头发部分增加重绘区域，这样就可以对不自然的部分进行重绘。头发区域由于受到 CN 控制，即使重绘也不会产生过多变形。重绘后，头发丝的部分可以完美的和背景进行融合了，即使切换种子也能生成稳定效果。接下来解决区域边缘问题，这是由于回贴的原图与生成图片差异较大造成的。在工作流下方的功能群组内，可以对回贴部分的蒙版进行调整。通过对蒙版进行缩减以及模糊，可以让回贴区域的边缘自然过渡。右边的预览图可以观测回贴结果，现在边缘过渡就比较自然了。在为了提升融图效果而产生明显的边缘差异时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修复。确定构图以及细节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Flux 优化流程了。打开流程开关，开关里面的群组需要全部打开，目前不需要换脸，换脸群组保持关闭即可。接着设置 Flux 相关的模型以及采样参数，新增了 Redux 模型应用选择，可以选择是否以前面的生成图或者区域参考图来配合 Redux 模型来提高画面的一致性。不过这里并非使用上下文的方式去进行局部重绘，这个工作流并不专注于生成一致性内容，所以这里更多作用是提升风格和元素的生成效果。假如 Flux 优化时使用了较高的重绘值，会导致构图不一致，这时可以打开 CN 控制去固定构图。不过需要注意，加入 CN 控制模型后，会对显存要求较高，需谨慎使用。接着是种子节点以及优化设置。在这个控制组合中，右侧是强度预览图，虚的部分表示重绘程度高，实的部分表示重绘程度低。左侧可以控制整体以及保留区域的重绘强度，通过刷新预览图可以直观看到修改结果。底下的蒙版调节可以调整重绘区域的范围以及边缘过渡，适当增加边缘模糊，可以让区域间的过渡更加自然。经过 Flux 优化后，画质明显提升了不少，画面变得更加干净通透，空间感也会增强。最后就是使用高清放大流程进一步提升画质以及增加细节。打开放大流程开关，下面是模型和采样设置，这里使用了 Turbo 模型，可以提高出图的速度。放大流程同样有独立的种子控制，下面可以设置放大的倍数和重绘程度。这里有一个保留区域重绘开关，打开将不会重绘保留区域的内容，避免重绘后不一致。放大流程使用分块放大的方式，所以能够生成更多的细节，让画面更加细腻和真实。最终生成的图片还是很不错的，地面泥土的细节、前后景的虚化以及边缘的融合效果都处理得很好，基本没太大问题。当设置好一套流程后，后续只需更换下背景图以及调整下提示词，就可以轻松变换不一样风格的场景。构图功能可以很方便的对素材图片进行分层，并重新组合成新的构图。通过一些技巧，可以生成前景画面、
让主体与背景深度融合。不管是为产品制作创意背景，还是生成使用场景，都可以轻松完成。接下来详细介绍构图模式的使用方法。通过左上方开关切换成构图模式，分别上传主体与背景图片。刷新下群组，主体图片会自动抠图，与背景图一起出现在画板中。使用鼠标选中图层，可以进行移动、旋转以及缩放等操作。刷新左下方预览节点，可以观察目前构图输出结果。从预览图看到，图片上方因为背景没有填满画板而出现黑色块，这个没关系，后续可以进行扩图处理。先不需要区域2，关闭相关群组，使用预设的背景分区，工作流会自动获取画板中的背景区域。接着为区域1上传参考图，因为没有指定区域2，同样关闭掉群组。区域1上传与背景一样的参考图就可以。简单描述画面内容，例如一位男士靠着墙的特写镜头。开启自动反推词，检查自动反推词是否准确，没问题就继续查看 CtrlNet 控制部分。从预处理图看到，缺失背景的部分需要处理，不然会影响生成的图片。现在需要保持背景一致性，可以先切换成使用原图线稿。缺失的部分可以通过修正线稿和深度图的方式处理，但是比较麻烦。简单的方法是屏蔽掉这块区域的 CN 控制。打开强度分布图下方的排除控制区域群组开关，点击右侧小箭头快速跳转。在大图上打开 Mask Editor 绘制蒙版，把缺失的区域覆盖住。刷新下群组，就可以看到绘制好的蒙版图片。保存下来，上传到右侧的上传蒙版节点进行固定，以免绘制的蒙版被错误刷新。回到 CN 控制面板，刷新后可以看到分布图已经更新，接下来就可以生成图片了。现在背景进行了重绘，可以看到与人物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。在维持构图的同时，身体与墙面接触的部分生成了自然的光影。再经过 Flux 优化以及放大，能够进一步提升画质和细节，从而生成真实的照片效果。仔细看砖面的材质和光影，细节处理的还是很不错的。除了简单的主体和背景，还可以加入多个图层，从而拓展出更多的玩法。例如，我想人物出现在墙的后面，该怎么做呢？打开图层群组开关，上传同样的背景图片。因为是背景图片，自动抠取主体可能不准确，先关闭掉。现在使用蒙版的方式把墙面抠取出来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按住 Shift 键，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来画直线。把边线画出来之后，用填充工具填充一下，就可以制作好墙面的蒙版。刷新画板，这时能看到新添加的图层。调整下图层位置和大小，让墙面刚好贴合原背景，并且覆盖住人物。这时再次选择人物时，发现被上面的图层的选择框挡住了，可以打开左侧小节点的开关，开启 Precise Selection 后，就可以避免被选择框挡住。现在人物不是靠墙站了，所以身体不应该这么倾斜，旋转一下让人物站直。预览一下当前构图，没问题就进行下一步。虽然墙面属于前景，但是工作流会自动把图层合并到背景区域。刚刚绘制墙面蒙版时，有一些小缝隙没有填充好，稍微扩充下蒙版，一些微小的缝隙和杂点就会被覆盖。跑图时不需要完整走一遍流程，先确定 SDXL 生成效果后，再进行后续流程。把 Flux 相关流程先关闭掉，再运行工作流。目前已经生成了不错的效果，不过人物与墙面的过渡还是略显生硬。回到区域分割板块，在过渡的地方增加重绘面积。这里选择添加蒙版的方式进行合并。保存下蒙版进行固定，避免丢失。增加的过渡区域会收到 CN 模型的引导，因此能够正确生成内容。观察生成后的图片，挨着墙边的衣服和头发会生成了一些光影效果，看起来更加真实。
对比图片，右边经过过度处理的人物与墙面的层次感会更加分明。打开 Flux 优化以及放大流程，生成最终的效果。墙面的细节、镜头的虚化都不错，人物在墙面会留下阴影，以及人物与墙也有一定的距离感。接下来继续分享一些构图方法和技巧。添加图层后，如果需要调整图层位置，例如我希望女生站在男生后面，可以通过图层群组左侧的开关调整顺序，选择将图层移置于主体之下。调整顺序后，元素会被打乱，重新调整下构图。由于重绘区域不只有背景了，所以我们把草稿图下载下或者复制到剪裁空间，使用草稿图直接作为参考图，其他的就按步骤来。这时，图片虽然加上了人物，但是长相、衣服都变了。需要维持一致性，可以把女生的一部分作为保留区域。对蒙版进行2次编辑，绘制人物区域蒙版，覆盖一些主要特征即可。注意边缘需要预留一定范围，以便于更好的融合。同样的，最好对绘制的蒙版进行固定，这样既保持了一致性，又可以获取不错的融合效果。适当增加蒙版边缘模糊，可以让过渡更自然柔和。这是最终优化和放大后的效果。如果原图人物风格更一致，或者姿势上更契合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通过前面介绍的方法，也可以轻松的把产品和场景相结合。例如这个场景中，想让瓶身的一部分沉入水中，可以通过图层去获取背景中的水花元素，沿着前面的水花描绘出大致轮廓，然后进行填充。在画板中把图层中的水花对齐背景。参考图和提示词设置按步骤进行即可。来到 CN 控制板块，前面介绍过，对于背景的扩图，可以屏蔽掉缺失区域的 CN 控制。但是屏蔽的这部分区域意味着我们无法有效利用 CN 控制来生成内容，所以通过优化深度图和线稿，同样也可以进行扩图。首先去除深度图中缺失部分的影响，点击切换，右边小箭头可以进行跳转。刷新群组，在预览图节点上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蒙版，覆盖出缺失的部分，点击保存。刷新左侧的预览图，可以看到修改的结果，把深度图保存下来。切换成上传深度图模式，上传下载好的深度图进行固定。另外，线稿的预处理图也需要处理，切换成手动编辑模式，刷新群组，在第一张预览图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蒙版，可以对线稿进行抹除。刷新预览保存结果，同样切换成上传线稿模式，上传刚刚保存的线稿。回到 CN 控制板块查看修改结果，没问题就可以生成图片了。同样的，先使用 SDXL 生成初步构图，期间也可以多刷图挑选下，然后经过 Flux 优化和放大，就可以生成一张精美的图片。瓶子不仅完美融入水中，水波表面还自然生成了倒影，溅起的水花细节满满的，很有质感。除了使用图层的方式生成前景内容外，还可以使用区域的方式。现在为一款耳机产品设计海报图，首先使用最基础的流程，设置好背景区域、参考图、提示词及 CN 控制。其中提示词我加入喷溅、速度、激情和节奏感的描述词。可是跑出来的图仅仅是耳机加了个背景，效果看起来很一般。打开区域2的群组开关，现在来增加一些动感的前景元素。在预测分区里面选择前景专用，现在区域2不含背景，关闭掉。打开前景分区后，区域2产生的蒙版会作为前景内容进行处理。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下前景内容的大致模样。这里我希望有一些花瓣可以出现在耳机前面。把预览图中的蒙版保存下来，使用上传蒙版的方式进行固定。增加一些模糊，可以让前景内容过渡自然一些。检查 CN 部分，前景应该是位于耳机前面的，所以目前深度图不准确，需要优化。来到深度图编辑群组，
底下可以调节前景部分的明亮度，正确的前景相对于耳机应该更亮些，提高前景亮度直到超过耳机的部分。现在可以了。提高区域2的 CN 控制强度，加强深度图的引导。现在耳机前面出现了一些花瓣，而且有虚有实，层次感更丰富了。深度图的放射状线条也对生成的构图形成了一定的趋势。再提高下 CN 强度，让趋势更明显些。最终使用 Flux 进一步优化以及放大，就能够制作出一张不错的海报素材。再配上点文案，例如绽放的音乐，这样主题就更加明确了。放大看细节也不错，在这基础上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创意，例如混搭一些油漆元素为产品增添色彩，又或者使用不同的背景元素去拓展主题。接下来说说如何使用模型和提示词切换风格，以及配合线稿和深度图去完成创意构图，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工作流中不同模块之间的作用。工作流生成的图片是多个模型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影响画面的因素很多，包括模型的选择、参考图和提示词、深度图和线稿等等。想要生成理想的画面，就需要各个环节有效配合，所以了解每个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。例如，我希望生成插画风格人物，可以加入插画以及动漫风格之类的提示词，同时复制一份给区域，可以更明确的进行引导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反向提示词也要避免与风格冲突。但是光靠修改提示词是无法有效生成的，因为现在使用的是写实风格的大模型，所以需要换成有针对性的插画风格的模型。而且每个模型建议的采样参数也不一样，这时就需要按照模型建议的参数设置，或者参考别人作品所使用的设置去进行修改。分别设置好步长、CFG、采样器算法以及调度方式。左侧是采样结果，已经完全切换成插画风格，右侧还是原图的人物，这是因为打开了回贴还原，关闭掉即可。同样 ，Flux 优化时也要把回贴功能关闭掉。在 Flux 优化流程中，我们可以控制不同区域的重绘强度，因为不需要还原原图写实的人物，这里对保留区域的可重绘空间就很大了，可以设置高些，具体什么数值合适，就需要根据生成效果再去调整。刷新预览图可以直观看到保留的部分减弱了。加大重绘后，人物部分更加细腻了。重绘次数越多，面部特征越不明显。如果我想更符合原本人物，该怎么办？在 Flux 优化流程里，打开换脸功能，接着开启区域2来指定面部范围，选择预设的换脸模式，然后打开区域2风格迁移群组，为面部指定参考图，使用原图人物即可。这样可以在 Flux 流程中同步进行换脸，或者把图片保存下来，使用局部重绘的方式进行换脸，上传风格重绘后的图片作为目标图片。同样选择面部分区以及指定区域参考图，区别在于小范围局部重绘可以不需要使用 SDXL 流程，因为并不需要控制构图，点击关闭掉。打开 Flux 流程以及换脸流程，刷新重绘区域预览可以看到目前面部的一个重绘范围。仅使用 Flux 流程换脸好处是，可以通过调节重绘强度去对换脸效果进行微调。仅仅换脸不需要使用到前面流程反推出来的提示词，简单描述一下就可以。对于其他图片，如果仅只进行换脸的话，跳过 SDXL 流程，直接使用这种方法会更方便。有时在使用风格差异较大的参考图时，会发现实际生成的效果并不理想。例如迁移类似机甲风格的服装到人物上时，出来的图却完全没有机甲的感觉。这时检查 CtrlNet 控制环节，
可以发现生成结果受到了线稿的限制。查看 CN 部分出来的图片，衣服的构图和线稿很接近，说明受到线稿的引导。切换成手动编辑线稿模式，点击右侧小箭头跳转到对应的群组。这里有2个桥接图像节点，在第一个节点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蒙版，可以对线稿进行抹除。在这之前，先把下面去除背景线条开关打开，先自动抹除背景部分内容，把限制画面的线条给抹除掉，例如衣服上的纹理、褶皱等等。点击右上角箭头刷新一下群组，在第2个桥接节点上可以绘制线条进行修补。右侧的大图可以预览及确认修改结果，这时最好把修改好的图片保存一下，然后切换成上传线稿的方式来固定线稿。因为仅仅依靠节点蒙版，很容易会因为前置节点刷新而重置。由于本身已经是线稿，底下的预处理开关可以关闭掉。查看 CN 监控板块，深度图也对构图有一定影响，不过在细节方面影响较小。重新生成的人物、衣服和体型都发生了变化，不过风格还不是我想要的。检查提示词发现自动反推出来的不太准确，改成手动输入的方式，尽可能准确描述风格和细节，能够更有效的生成内容。通过调整线稿以及修改提示词后，就能准确生成类似参考图中机甲风格的服装。现在关闭背景区域的风格迁移以及 CN 的深度图控制群组。这里先关闭深度图，仅保留 Open Pose 和线稿去引导构图。去到刚刚上传线稿的节点，如果安装了 Photopea 这款插件，可以直接用它来编辑图片。这是具有 Photoshop 功能的一款插件，能够方便对图片进行编辑。先随便在人物身后画一个类似某种飞行器的物体，画的比较随意，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概念，后面的交给 AI 就行。添加上背景区域提示词，例如巨大的载人飞机等关键词，同时提高 CN 控制强度，这样线稿更容易发挥作用。此时背景能够有效的生成设定的内容，但是由于取消了深度图控制，空间结构上会比较容易失控，特别是椅子的部分，所以最好还是使用深度图去给一个空间关系的引导。但是需要消除干扰的部分，切换成去除背景模式，并跳转相关群组，先刷新下，然后在图片节点上打开 Mask Editor， 绘制蒙版把背景中的干扰元素覆盖住。这里添加了黑色的颜色提示词，只是为了让前景人物和背景区分更明显些。留意椅子、脚部与地面接触的部分，加入深度图后，空间关系会更加准确和稳定。把你的创意使用线稿简单画一画，通过 AI 就可以轻易的呈现出来。比如说为人物加上对翅膀，修改下提示词，加入翅膀的描述，也可丰富材质和颜色之类的细节描述。这样就轻易就可以让人物多了对翅膀。调整 CN 的控制强度来增加自由度，让翅膀形态更丰富。更换下大模型。这款虽然是动漫风格模型，但是用来生成写实的风格也是可以的，而且会有种梦幻的色彩。可以多切换几个种子挑选下，出来的感觉都怪怪的。翅膀部分的形状过于尖锐了，看来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重新修改翅膀的线稿，让其结构更合理。还不错。这形态看起来舒服些了，看下优化以及放大后的效果。整体看，无论色调、光影、细节都很好，保留区域融合也很自然。手部稍微还有点问题，这个后续使用局部修复再去处理就可以。接下来，在不改变背景提示词的同时，还可以通过使用参考图进行风格混搭。迁移的强度变化方式改成仅风格转移，减少对构图的影响，然后设置下强度值。其他的包括提示词等等都不需要修改。现在人物的机甲和翅膀都变得更具有未来机械风格的感觉。如果不想要这么硬科技的感觉，想素雅一些，也可以换成中国风的参考图。
修改背景区域提示词，把背景也换成中国风的，这样混搭的感觉更明显。问题是现在椅子放的地方比较奇怪，抽卡或许能生成正确的背景，但是使用线稿控制可以更好的提高成功率。像这样添加一个构图元素，再配合上提示词，就可以准确的去控制构图。像这样，根据线条的趋势生成了一条石砖路面。大致构图完成后，还可以进一步去优化细节，同样使用 Photopea 修改线稿。即使修改了线稿，右脚下方区域依然受到原图库角的影响，有一块奇怪的形状。查看 CN 域处理图，发现是受到了深度图影响，但是深度图不容易修改，那就干脆屏蔽掉这块区域。打开排除 CN 控制区域群组，在左侧大图使用蒙版去覆盖需要排除的区域。刷新强度分布图，可以看到库角的区域变成黑色，意思是这块区域不再受到 CN 模型的影响。重新生成图片后，现在右脚小腿旁边不会再出现奇怪的形状了。仔细看，后面一角还需要优化下，这个使用线稿或者局部修复处理都可以，现在就先放在一边。接下来说说如何提升细节。当整体画面的构图确定下来后，可以先把图片保存下来，然后把图片上传的线稿图节点再次生成线稿。打开线稿图域处理开关，重新生成线稿，这样能获取细节更加丰富且准确的线稿图。在深度图上传节点也上传一份，同样可以获取细节丰富且准确的深度图。明显看到衣服上的细节变得更加的丰富。同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即使更换种子，依然能维持构图的一致性。最终经过 Flux 优化以及放大，就可以获得一张高质量的精美图片。下面这些图片风格是参考了网上的案例去制作的，使用 V2 版本也能轻松做出来。该风格主要需要实现2点，一是有一些固定的视觉元素贯穿始终，例如火车和雪山，另外还需要生成人物的倒影。统一的元素构成了场景和风格一致的主题系列。下面就演示下制作过程。首先准备好人物图和火车的背景图，使用构图模式调整好位置大小。在区域1中分割出背景，接着对区域进行2次编辑。现在假设画面下方有一片冰水，人物在冰面会出现倒影，把大致的区域涂抹出来。打开蒙版相减，用背景减去刚涂抹的区域，这样就能将背景的一部分分割出来，用来生成火车以及雪山背景。保存下蒙版图，使用上传蒙版节点进行固定。开启区域2的群组，用同样的方法来分割出下半部分的背景区域，用来生成水面和倒影。现在区域2的风格迁移群组没有打开，因为可以通过提示词来生成水面和倒影。对应区域1，上传一张雪山的参考图。查看下 CN 部分，可以看到目前的深度图和线稿都需要优化，画面缺失的部分需要补充或者处理掉。另外，同时需要线稿来引导倒影生成。通过左侧群组切换到去除深度图背景模式，然后利用右侧箭头进行跳转。刷新下群组，在预览图上打开 Mask Editor， 然后把深度图中的干扰部分涂抹掉。左侧大图可以预览修改后的效果，把深度图保存下，然后切换成上传图片的模式，上传保存好的深度图进行固定。来到线稿编辑板块，在左上方切换成手动编辑线稿的模式。刷新群组，首先抹除掉线稿中错误的部分。抹除时要结合想象中的画面，留出后续补充线条的空间。例如，裙子部分后面需要延长，地面就应该留出些空白。再次刷新群组，在第2张预览图上绘制蒙版，可以对线稿进行补充。补充裙子部分，另外加上倒影线条进行引导。还可以利用线稿去引导雪山的形状，以及指定水面和地面的分割线位置。刷新右侧大图，保存修改好的线稿，然后切换成上传线稿模式，上传图片进行固定。
刷新 CN 控制群组，检查预览图，没问题就进行下一步。全局提示词部分，我加入了对背景内容的详细描述，这样有助于更准确的引导。打开主体反推词，工作流会自动加入对人物的详细描述。区域1，自动反推词会根据雪山的参考图进行反推，所以需要手动补充对火车部分的描述。区域2，手动输入了蓝色湖面以及倒影的描述。因为没有参考图，所以即使开启了反推，也不会获取任何提示词。从生成的初步构图看到人物、火车和雪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同时脚底下水面的倒影也很真实。但是婚纱延长的部分还有点小问题，这是因为重绘区域没有覆盖完整而产生了缝隙。在区域分割板块里，对区域蒙版进行扩充，让重绘区域可以覆盖到婚纱上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重新生成的图片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，看看高清放大后的效果。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只是水面与地面间过渡稍微不够自然，后续可以多换几个种子看看。这是最终的效果，一旦设定好了整体流程，后续只要更换下人物照片，重新编辑下深度图和线稿，就可以轻易复刻同样主题的婚纱照了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到此就差不多了。获取工作流的方式可以查看视频简介。如果有其他需求，也欢迎联系我。希望快速体验的朋友可以使用我在仙公云上面的镜像，在简介里找到镜像的链接，进入主页。新用户使用邀请码注册，还可以获得一定的金额奖励。点击立即部署，进入部署 GPU 界面，选择右上角的 GPU 主机，任选一款就可以。点击确认部署，进入实例列表，这里可以看到目前部署的一个进度。一旦显示正在运行，说明部署成功。点击右侧的仙公云 OS 可以进入系统操作界面，点击 Config UI 日志，查看启动进度。当显示以下地址信息时，说明启动完成。找到 Config UI 图标并点击，就可以进入界面。使用镜像中的 Config UI 打开我发布的工作流，就可以直接运行。另外，在工作流文件夹中也保存了一些我以往的项目，以及大量基础工作流可供学习。回到实例列表，点击右侧的 Web UI， 同样可以进入 Config UI 界面。如果是在本地部署，除了安装好缺失的节点以及模型外，还需要手动安装一款插件，按工作流里面的说明操作即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此就结束了。喜欢视频的朋友别忘了帮忙点个赞，谢谢支持，下次再见。